Hello，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到诺曼的发型频道。今天分享的是短发过渡期的修剪，有自然卷、容易翘，该怎么做剪裁？如果还没订阅这频道，先订阅这频道。我们现在教学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模特，然后他的头发的话是短发，就是肩上的短发。那现在算是过渡期。我们一般亚洲人最常见的就是它外层看起来是顺的，但是里面很容易有严重的自然卷或者是外翘。那像这个头发，它是比较容易外翘的，然后有一点点的自然卷。所以我们今天在修剪的时候啊，除了长度修短一些之外，让它后部区这一块变比较轻，然后比较容易翘，让它变成吹干就好的一个包脖。主要分3个区域做修剪，顶部、中层跟底部，以上3个区域就可以完成了。那我们先把第一区划分出来。顶部区的话，我们可以先抓到它的头型的头角跟后面的枕骨最容易扁塌的位置。你像它后面头型是很容易塌的，所以我们在这一块呢，就要制造出我们头型的蓬度，让它立体度变比较好。所以我们先抓到它整个后颈部到顶部区的1/3处，那从前面画线过来。这样就是我们顶部区的位置。那我们先把它用分区夹夹起来。夹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先抓到2侧头角的位置，然后往后带一个弧形。好，这样分起来，我们中间这个区域就完成取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保留区域呢，就是最下摆的内层的长度。那我们在剪一般包脖或短发，一定是从后面短、前面长的连接。那后短前长的话，会很取决于这一块我们脖子颈部的一个部分，它的宽度在哪里？来，我教大家如何判断我们要剪到哪边。可以看到我们发际边缘，包含它2侧都会有这种比较细毛的部分。那我们在剪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从肩膀的位置到发际边缘取一半，就是这2个位置的中间，那我们用目测的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第一刀就是下在这个位置上，这样它会刚好收紧这个脖子，让它看起来更纤细的效果。我们第一刀修剪的话，大家可以使用的是剪刀，然后我推荐大家另外一种技巧，就是直接用小电剪。小电剪的锋利度是很高的，所以它切出来的线会变得非常的锐利。所以呢，我在剪这一种短发包脖的时候啊，很长。第一下是用小电剪去做一个长度的一个取舍的。那我们剪发前稍微喷一点点水，一点点就好了，不要太多。喷完之后，我们用剪发梳比较密的这一边先梳顺，梳顺完，然后请模特头低一些。好，那把它整个颈背露出来。那我们梳到它一半的位置，然后用小电剪直接去做切除的动作。那切除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就是像这样横向切除，然后剩余多余的一些小头发，我们再往正面内切，把它稍微切掉。好，这样一条很标准的基准线就出来了。那我们再取到2边的长度的位置，然后做连接，这样的基准线是不会歪掉的，而且连接效果会比较好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就换出我们的6寸剪刀。剪发刀的话，它就有正规的手拿的手柄以及锋利感。那如果对剪刀拿持有兴趣的同学，可以去看我们的基本教学的内容。那我们来剪前面的时候啊，分到耳朵上面的位置，前后2个区域。这样把它分出来，分出来之后，头发梳顺，然后手指头这样夹着，夹紧哦，然后拉下来，确定我们要的位置之后，平行修剪，像这样就完成了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们尤其在剪耳朵的时候，可以请模特的头往左边倒一点点，把这一块的空间露出来，这样在做修剪的效果会比较好。好，拉下来，然后可以贴在它颈背的位置上，然后把这个多余的细节露出来，那把它去除。好，去除完成之后呢，我们转到后面，每一片头发大概都是3个指节的宽度哦。那我们就是这样做连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哦，从前面衔接到后面的话，它长度就是一个水平的长度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效果，水平的效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第一层完成之后啊，你可以看到哦，我后面取的是在颈部的一半嘛，那2侧的长度是一样抓在下巴，我修掉2公分的长度，那这样的连接长度只修了一点点，但是后面这个蓬度
就被修出来了。我们再用堆积的方式，第2层、第3层慢慢放下来，它这一块就不再容易翘。会翘是因为你碰到肩膀，那头发是软的，碰到肩膀的话，它自动就会往外呼。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一块长度稍微调整回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进行第2区的操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第2区放下来，那大家可以看到哦，第2区的弯度啊是比较凌乱的。那我们怎么让它是集中的往内？我们就需要做直立分线的修剪。好，我们这个时候呢，请模特头一样低一些，因为它这一块是最塌的，所以我们在梳的时候把它往平的先梳顺。然后刚刚已经有稍微喷一点水了，所以有一点湿度，这样发片会比较好看到。然后把还没有要修剪的头发先往旁边梳。完成之后呢，直立分线就是两侧是由上往下直的，梳的时候往外拉45度。因为它头发非常容易乱翘，所以你在拉的时候啊，你可以看到我们要制造一个上长下短的弯度，然后先做平剪，平剪完之后，我们再做一个点剪的动作。那点剪的动作，我们可以下刀处由内往外，由内往外，由内往外的下刀，这样可以制造出里面短外面长，它就可以直接做一个很好的包覆了，它就会有一个自动往内包的感觉，而不会翘出来。你像这两边还是翘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刚刚用这个技巧剪完，它头发自然的就会弧形进去。来，一样下一片，直立拉出来，先做平剪，把长度去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来做个点剪的动作，由下往上做点剪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哦，这样我们把侧边后部的头发修完之后，它这个蓬度是变比较立体一点。然后侧面一样的方式，之前我都是侧的直接平剪，但是这一款是因为我要制造出它中段的蓬度，所以我这一款全部都是直立分线去做修剪的动作。那可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一开始第1层的时候，把它两边的导线已经确定出来了，所以侧边我不用再水平做修剪，我直接直立分线。好，你可以看到直立分线这样剪完，它头发就会自动的收进去了。收进去之后，你就会感觉到后面蓬度就出来了，那两侧这种包覆感就会变得比较好。好，那我们刘海两侧区域呢，直立分线往外做长度的去除。好，以上的动作就可以把第2层剪完了。我们接下来准备剪第3层。好，那我们底层、中层都完成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完成我们的上层上部区的位置。上部区的话，我们先把头发稍微打湿，然后往后自然的拨。拨好之后，像我们长刘海在做修剪啊，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它顶部区的发流。那我会这样拨的原因是因为都在调整它的发流，让它发流可以以正常的方式变得比较蓬松。找到之后呢，把头发顺着发旋往两侧拨，拨完之后一样从后面来下第1刀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后部区一样，直立做分线。我们提拉90度的位置哦，90度的位置拉出来，然后我们做修剪的时候，取用点剪做修饰。这样点剪做修饰，完成之后，在最外面这一个角度，把它角度去掉，就是我们说的去角的动作。接下来我们移到下一片，一样直立分线，提拉出来，那我们点剪修饰，去角。角度都是提拉在90度的位置，因为顶部区要制造出它外轮廓的蓬松感，所以如果你一样低层次的话，它的包裹就变一颗预饭团，就是整个在下面太重了。所以我们要拉到90度的原因，就是制造出它顶部区的蓬度，因为我们中层跟底层都有制造出内层的蓬度了嘛，那外轮廓就是在制造出最上面这个动感的一个蓬度的效果，它可以在拨的时候啊，头发变得比较轻盈一点。剪到刘海区，我们只要把轮廓这里稍微做一点点剪就可以，不需要去角，因为刘海的区域它是一个轮廓线。好，那接下来完成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一片刘海分出来，就是在顶部区这个小三角。那分出来之后呢，我想要让它修饰度对我们亚洲人的颧骨来修饰多一点，我们就反方向提拉，拉到它颧骨下方一点点，这里我们直接做点剪的动作，然后这样它拨回来就会有一个
弧形了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这样它在拨头发的时候啊，就可以制造出它这一个弯度 S 型跟往内的 C 型，这样制造出来就可以让它这块不会是硬邦邦的感觉，因为原本刘海比较长比较重，所以它会这样贴着。那这样的刘海去拨，它前面这边的动感区就出来了。好，我们再剪另外一边的刘海，一样分一个小区域下来，把多余的头发先往后放。放过来之后呢，我们先把它往反方向提拉梳过去。梳过来之后，把它长度做点剪的动作，再把它分回来，大家就可以看到，这种刘海剪完啊，它自动的这里就会有一个弧形的效果。然后这种弧形就可以去修饰我们的颧骨的弯度，所以如果你是中长的刘海，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操作。好，那我们总共3区的长度都修剪完成了，接下来最后一个步骤呢，就是进行头发的调亮。那像一般来说，重头发后部区跟两侧都是最后最重的。那我们今天使用的是，我们用打薄刀就来做调亮的动作。一般我们在做这种修剪，我建议大家可以用的就是这种15% 的打薄刀。一般大家怕打薄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很容易毛毛躁躁的，过度打薄就会这样。所以今天教的打薄方式，它有一个让头发不毛躁的技巧。好，那我们在打薄的时候啊，头发我们分顶部、中层跟底部区。那我们一样先把最下层这一层先分出来，内层的话我们可以直立分出来。那打薄第一个技巧呢，由内刀头由内走，点点点，每一片都点3下，然后慢慢的往后带。这样它就会制造出它从多到少的一个动作，然后再下一片，每一片头发都是像这样1、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然后底部区这一层完成之后呢，中层这里是最容易翘、最容易毛躁的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画一个从上面宽到下面窄的一个三角形，这样画一个三角形下来。它就会变成上宽下窄一个三角，然后这画完之后呢，我们头发把它做扭转的动作，在中层再做扭转就好了。那扭转完了，我们可以顺着我们头发的纹理去做1、2、3这样打薄的动作，它放下来，头发会变得比较柔和。不会有那一种虚虚毛毛的，但是它发量又变轻的那种感觉，这就是这一款发型的打薄技巧。好，那我们在剪另外一边的中层的时候呢，我们记得哦，我们头发要往反方向去转。我们刚刚这边是往这边转，那我们这边就往这边转。那往这边转的话，大家有看到头发的纹理嘛，它是往这边跑的，所以就不要再这样切了。我们反过来从内层1、2、3、4。从内层去切，头发要切3到4下，就依照你抓的厚度为主。然后再示范一次哦，头发往反方向做旋转，旋转完之后呢，剪刀直接1、2、3、4，然后放下来，这样另外一边就完成了。所以大家在剪的时候啊，第一层是直立分线拉出来，第2层是做扭转，然后记得是三角形的位置。顶部区我们就不要动它，自然把它放下来，这样整个发型就完成修剪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剪发就完成了。我们一开始修剪的时候，先从后部区的第1层开始修完。那我们在取导线，你要用平剪剪刀或者电剪都可以，只要把后面这一段的长度切出来。那之后两侧做连接，连接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把第2区放下来，直立分线45度角往下做一个点剪的动作，在顶部区一样往后拉90度角，然后记得要做一个去角的动作。这里都完成之后，刘海如果要做颧骨修饰，我们交叉两侧去做点剪。都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再做打薄的话，我们分上、中、下3个区域，顶部区不要动，中层用扭转的方式，下摆层直立分线。用点挑的动作把头发调亮，就可以完成以上这款发型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好，那么课程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我会一一回复给大家。如果没办法回复的，我再拍影片跟你分享。最后上面附上 IGFB，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私讯或预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